我今天要告诉我们在座的企业界，假如我们发动罢免的时候，把这人请下来，这是你们一辈子投资企业 EPS 最高的时候，因为那么开心，可以点数的后，连企业界看不下去。今天我们要很清楚告诉各位，啊，我这个要丞相起哄的，大起哄，大民意，我们要大罢免，好不好？我正告交通部部长陈世凯，台铁的董事长，这个预算我删定了，这个预算我删定了。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 ，A K 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康社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清华，吴哥好，大家好。请问一下，我刚才介绍康社社立法委员林俊宪，那为什么你们大家在笑？你们是没有想到今天会这样，出乎意外，没有想到今天会见到他们。对，假动啊，立法院假动啊。哦，这样，你前一阵又去哪了？我前一阵被国民党卡在立法院。哦，我们不是要害收视率的，是要让你不能去投票。那今天接下来是预算都解决了吗？还没有嘛？协商当中。哦，还在协商。下午2点半开始。哦 ，OK， 哈，赶快掌握时间嘛，好，把握时间。那你可以看到，好，那立法院现在在总预算协商，而这所有的协商，包括这次预算的过程，这个怒火会不会转到所谓的罢免这一块？然后，因为你可以看到都在酝酿所谓的罢免这个风潮。那林俊委员是直接讲说，如果到了2阶段过的话，民进党应该义无反顾要跳下去。那会真的这样走吗？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对于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今天的时间算一算，下个礼拜应该就是建华城这个案子第一次要开庭，1月23号，第一次这个案子要开庭。而开庭的那个过程，有人讲说，如果你现在把800多页的起诉书全部都看的话，有人直接说，这恐怕会比8点档还要曲折离奇，甚或精彩有余。真的是这个样吗？不过换一个角度来讲，大家现在每个人都会爬出很多起诉书的一些内容。庄家有一首歌是这样嘛，爱你的人伤你最深，是这个样吗？有时候你身边的人不知道是帮了你还是害你，完全不知道。其实呢，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的眼镜呢，真的度数又换了，又换新的，因为度数又增加太多了，读得好累，读得好累呀。但是读里面它的故事很多，对不对？对。但是里面呢，你会发现它已经贯穿台湾和日本的历史。敌人就在本人室，对不对？敌人就在台湾的在本人室，在本人室里面呢，里面其实那些故事很多很离奇，但是里面你就会记得说，刚出事的时候没多久的时候，陈佩琪发个脸书，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不分离，多感动，对不对？可是同志们会呢，我又想到是当年老许的时候，同志，我们在此分手，因为我要继续向前走。所以你会看到，对不对？对。所以很多的同志叫了整个北检进去，坐在检察官面前的时候，他们内心里面可能都是：主席，我们在此分手，因为我要继续向前走，我要保护好自己。然后保护好自己呢，非常的积极。所以你会看到整个起诉书里面，你们一直讲说什么是北检啊，什么办案啊，政治什么的。可是，一看到蔡壁如，我除了那个 Win 是不是柯文哲之外，蔡壁如2次要加一句，我另外补充，这个是代表着他在检察官面前是多么的积极，所以我另外补充，他不是已经作证了，证实了，因为检察官要确定那个 USB 嘛，可是蔡壁如那么积极的，我另外补充，这件事情。那至于陈志涵呢？不是，你不要再这样讲蔡壁如，他现在在民众党里面被那些小草围剿的还不够吗？然后你还要再加这一段？放心，然后陈志涵对不对？陈志涵他在最近躲得很好，但是呢，8月14号一直到8月20号那些赖的对话，那里面会出现了一个，有时候当兵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又笨又勤快，你对于已经在侦办的事情，你还要留下那些东西，你就变成是柯文哲在面对犯罪时候的犯罪态度，积极灭证，出一些铺陈，那个都变成是一个很核心的。然后当然呢，里面呢确确实实呢，我们的律师教育真的很好，然后呢，所以呢，我们当过这个非常资深的律师，当过6届的议员的黄珊珊，你看他其实到现在为止都没出事。可都没出事里面呢，现在才被看到，原来当然后面那一段政治区单出来以后，黄珊珊在作证的时候的态度里面，非常积极的自保，非常积极的该
证明的会证明。该推的会推，然后到底那个是打错字，还是黄珊珊故意？是我看到民进党的募款，帮民进党募款省现金，那到底是民众还民进？可是你会看到这个方法，可是你会看到整个起诉书里面，其实政治里面每个人在面对难题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在检察官面前展现出他认为检察官认为最好的一面，在起诉书里面看到敌人其实都在本人室。如果讲敌人在本人室的话，也对，因为那时候织田信长，大家觉得他是能够一统日本，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他能够一统是最有机会、最有希望，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没有想到发生了本能寺之变，然后这么快，突然之间一夕之间，织田信长就没有了。对柯文哲来讲的话，今年年初去年吧，1月13号，2024 1月13号，大概所有的声望是拉到了最高，8席的立委，所有这些，但是到了今天。过了时隔1年以后，那柯文哲到底如今安在？好，那当然在北所，你说接下来诉讼下礼拜开始开北院第1庭，慢慢打。我记得清华那时候你在节目里面曾经讲过几个，后来大家在起诉里面看到，譬如说有没有讲说对柯文哲跟那个嘉诚，对嘉诚议员，然后议员嘛，超过议员，不是市议员，对，是议员。然后有没有6000万、3亿啊？所有这些，清华，你现在自己看整个完整的起诉爬出那里头。你觉得还有没有哪一些是让你觉得说啊，这些原来也是过程当中就我们大家不知道的一些内容？我先分3个部分来讲。第一个是刚刚前面有提到本能寺嘛，那本能寺的话，其实织田信长在统一天下的过程里面，他遇到真正最后没想到最后把他干掉的这个对手，竟然就是他自己的家臣明智光秀。对，然后他也而且是客卿出身，对，客卿出身，本来从美浓出身，他没有想到是明智光秀啊，到最后是捅了他这一刀了。然后所以呢，造成他在天下统一的路上呢，这个跌了一大跤。那柯文哲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什么意思呢？就是跟柯文哲有关的相关的讲话里面，你去注意哦，柯文哲是不是一直都推给一件事情，说他都只是公务员，说公务员不会坐牢，对，然后要求说这公务员呢绝对会依法行政，所以呢一切都是公务员的共识决。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整个起诉书跟证据清单里面，你看到的开柯文哲最重要一枪的，其实也都是公务员，而且是公务员很明显的。各位，我们回来看金华城的案子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是告诉你说，请问金华城的案子到底是不是属于都市更新？它到底是不是都市更新？因为后来的这个柯文哲，等于柯文哲市政府把他金华城的案子呢，让他可以准用都市更新条例的奖励。但问题就在于说，请问台北市的公务员是这样看吗？柯文哲都推给说由下到上20-30个公务员，这都是大家的共识。但很显然的，从证据资料来看，这不是大家的共识。不但不是大家的共识，这个跟台北市公务员看起来，我有这个共识的只有彭振声。这个所有的公务员几乎大部分的共识都是金华城绝对没有办法适用都市更新的容积奖励条例。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哦，第一个是我们看到一件事，就彭振声跟柯文哲两边为了要串证哦，这个真是弄到3更半夜，看起来真的是很不好睡，好搞到晚上。为什么？你看。这个是在证据清单里面的资料，它里面提到，在去年的5月3号上午9点，柯文哲跟彭振声通电话，通完电话之后呢，在5月6号早上的2点17分，各位。这个5月6号的早上2点17分，这是凌晨的时间呢。凌晨的时间，柯文哲用 LINE 传讯息给彭振声说，既然是共识决，那就这样解释了。讲完之后呢，早上10点17分再打一通电话，然后两边这跟彭振声、柯文哲跟彭振声在通话。请问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第一，显然柯文哲跟彭振声是沟通之后决定把它都推给共识决。第二，柯文哲对这件事真的很在意，在意到晚上2点的时候还睡不着，然后要传个 LINE 给这个彭振声。传完之后呢，这个看起来不知道有睡没睡哈。早上10点的时候跟柯文哲跟彭振声再通个电话，重新把这件事再把它串一次。可是呢，这个串证的这个资料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证据清单里面可以看得到。然后最重要的是，公务员怎么看？公务员，我跟大家讲。这3页的资料我们挑出来，都是公务员告诉你都不认同彭振声的观点，而且告诉你所谓的共识决就是彭振声自己的结论叫做共识决。这讲得很清楚哦。这个你看哦。这个是都委会的委员，叫做曾光宗。那曾光宗呢，他在这里面呢，他的证词讲说，他说他在都委会765次、768次跟775次3次会议里面，不管委员讲了什么意见啊，也都不会动摇到被告彭振声与你的结论啊。所谓的共识决就是彭振声说了算的事实。所以呢，你这个都委会再多的委员表达反对的意见，对不起，没有用。这个所有都是彭振声说了算，而彭振声后面又是谁的意思？彭振声现在都告诉你，这都是柯文哲的意思，这是第一个要说的。那再来第二个，你可以看到，除了这个都委会的委员之外，公务员啊，柯文哲最爱拿出来背书的公务员，
这洋洋洒洒一大堆的名字没有重复的哦，这么多的都公务员哦，这个搞不好很明显很多都是认识的哦。它里面你看，这个是都发局的副总工程师啊，这个袁如莹，他怎么讲呢？他说。大家的这个都发局是依据彭振声的指示，然后所写的研究的这个说帖都是来自于彭振声的指示，然后后面洋洋洒洒一大串哦，你看这个时任都发局的这个规划科的这个工程师，他讲的是说这个。金华城案不是都市更新区域，所以他不能用都市更新条例。然后呢，这边另外一位都更处的主任秘书，他也告诉你，金华城没有划定为更新区域，并不属于都市更新案。然后这边另外一位都更处的副总工程师，他也告诉你，金华城不具有政府划定为都市更新区域，没有都市更新资格。然后在下一页，你看这么多哦，这个都发局的一位这个科长。他说，金华城不具有申请容积奖励的条件。都更处另外一位都市更新处的承办人说，金华城不是公划的更新区域，也不属于都市更新案件。还有，他说他所负责的案件里面没有非都市更新案，却参考都市更新容积奖励的案件，也没有听过类似案件的事实，这都是公务员说的话。然后这个是都市更新处的事业科科长承办人叫张义民，他也告诉你说。金华城案就不是都更案，这是都更处内达成的共识，不适用都市更新条例的各种容积奖励。然后一直到这个都委会的技士，这位郭姓的技士也告诉你，他们这个与会人员都认为说，给予金华城容积奖励不妥。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这一些所有的公务员几乎都是告诉你，他们的意见就没有，他们的共识就认为金华城就不是都市更新案。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这一些所有的公务员几乎都是告诉你，他们的意见就没有，他们的共识就认为金华城就不是都市更新案。所以柯文哲所讲的这个金华城适用都市更新这件事，请问你的公务员的共识决，你的公务员不会让自己违法这件事情是在哪里？整个起诉书的证据清单里面，洋洋洒洒这么一大串都告诉你说，这个所谓的共识决就是彭振声自己说了，那其他人都反对。所谓的共识决，彭振声下的结论其实来自于柯文哲的指示，这是彭振声自己讲的。所以整大段公务员的部分，你看这个本能寺可能比这个织田信长本能寺的规模还要庞大哦。整个台北市政府、整个都更处、整个单位里面，都是站在柯文哲的对立面。而且再讲第二件事情。这个里面呢，牵扯到跟柯文哲自己有关的官员，自己对整个这个案子里面，他们也知道里面有对价的状况。什么叫有对价状况？武哥，我这话讲的应该还蛮明确的哦。就他不是只有单纯说觉得上面的动作怪怪的，是不是要图利他？不是，他们讲的其实已经接近于说已经有可能有对价状况，只是他们不见得了解对价是什么事情。好，那为什么这样讲？来。两个官员，这两个官员都是柯文哲自己的人哦，所以我们回到跟我们刚刚讲的本能式的主题是一致的哦。刚刚是公务员，现在是跟柯文哲关系更接近的公务员，因为具有党员的身份。什么党的党员？民众党的党员的身份。所以你看，这个是谁？这个是民众党的前秘书长张泽阳，当过台北市政府的秘书长。然后呢，他是2019年10月的时候，从台北市政府的秘书长这个退下来之后，到民众党去当秘书长。好，他的证词哦，他的证词说什么呢？武哥，你记不记得有一句话啊？这个就是朱雅虎写简讯给那个李文忠，对，然后写给蔡壁如，写给张泽阳，里面叫做什么呢？叫做感谢560啦，然后后面就是210嘛，对不对？那这个感谢560这件事情，请问这个简讯，张泽阳他身为之前是这么高阶公务员哦，前市府秘书长哦，后来到民众党当秘书长，他有没有收到这公文？有没有收到这个简讯？他的证词里面，他承认。有这个在109年2020年4月1号的时候，有收到同案被告朱雅虎传送简讯。4月1号是什么时候？4月1号就是在2020年2月的时候，当时不是朱雅虎带着沈晶晶去拜会柯文哲，然后去拜会这个黄珊珊吗？然后到2020年3月的时候有便当会吗？所以等于是在那之后，2020年的4月1号愚人节的时候，这个但是这没有愚人啊，这是真的证词啦。好，这个所以呢，他说收到同案被告朱雅虎的简讯，
证明沈庆金捐款210万的事实，而这210万就是我们讲的感谢560的部分。所以这里面其实你既然有感谢560，你又有210万，那所以我就刚刚才会提到说，请问这算不算是这个他有意识到这里面有对价关系？因为你把它摆在一个地方里头讲，那个210以后，然后说感谢560，对，某种程度。如果是毫不相干的话，根本就不应该提这个东西。是，所以他把它摆在一起讲，而且呢，张哲阳证实说他自己就是有收到这个简讯，所以这里面啊，这个金华城案里面，柯文哲自己的人，而且是最亲密的人之一的秘书长，显然也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很早就知道。那再来就是我们在节目上也讨论过的，当时这个第一批加入民众党的台北市政府的局处长啊，这个产发局局长林崇杰，林崇杰也就是那个被讲说这个怎么做都行，快就好，纸条给他的那一位局处长。那你知道林崇杰在里面的证词哦，他里面让大家觉得更有趣，为什么？因为理论上他对柯文哲是非常的，等于说他是第一批的党员，他应该对他是最忠心的。结果你知道林崇杰的证词怎么讲吗？林崇杰的证词说，他说这个他们整个考量之下，他发现这个你这个。鼎越公司、沈庆金的公司，你要给我的800平方公尺，到最后实际面积没那么大啊，我们接下来就是有困扰。但是呢，因为柯文哲给了土产业局长，怎么做都行，快就好。公文往返不如大家当面确认，已经花了2个月。那他怎么讲呢？他的证词是说，他说这个被告柯文哲作风强悍，产发局在内部讨论之后，决定接受鼎越公司所提条件的事实。就明知这样有违法的问题哦，但是因为柯文哲作风强悍，所以最后决定要接受。然后呢，所以他把这一大段话当作他的证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柯文哲其实跟他很亲密的，这比较重要的这高阶公务员，基本上也都是站在他的对立面，他们也都认为本案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个我们讲说证据清单里面列到这么多的部分，我觉得对小草来讲是应该去看一看。然后后面我再补充2件事情哦，一个是。我记得5哥之前在节目上有提到说，那个民众党的辩护方式之一，说那7个人，1个人30万，是按照政治献金法捐到这个1个人最高捐到30万，对啊，所以这210万是合法的，你们怎么可以说有问题？当时5哥告诉大家说，只要这一些捐款的当事人不是出自于自愿，一样是违法，一样是违反政治献金法。好，那你知道在证据清单里面也有这些证人的证词，他们是自愿的吗？可以告诉大家不是，为什么？来，你看哦。这是第一个证人黄淑文，这个黄淑文是威金集团总管理处的财务部副理，他特别强调哦，我都不知道他作证的时候有强调这个话哦，没有参加过政党活动，没有支持特定政党，他只是因为被要求要捐款，所以他去做捐款。他说捐赠款项由威金公司现金回补。那他注意哦，他有一句话，他说当时他觉得很奇怪哦，公司是亏损的哦，不知道为什么公司亏损还要捐款啊。他说不知道公司为什么亏损还要捐款，所以显然他不是出自于自己的意愿，然后去捐这个款项。第二位是证人刘子安，这个是沈庆金的秘书助理哦。那这个刘子安怎么说？这个刘子安强调是长官交办，他才去永丰银行临柜捐款给民众党，也就是没有长官交办，他根本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从证人的证词，你就会发现，这个政治现金，即便是7人210万，请问他是合法的保案？请问？他是依照政治献金法，他有符合法令的规定吗？显然都不是出自于自愿，而且这等于是那个30万，到最后全部都回归到不是他们个人捐嘛，因为都是公司会回补嘛。对，所以全部都是等于是沈庆金捐的啦。对，讲白一点就是沈庆金捐的，要不然就威金公司捐啦。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证人的证词其实讲的也很清楚。然后再来我们讲说关于另外一个部分再补充一下，就提到当时我是不是有提到说有这个。陈佩琪跟柯文哲因为家里摆了这么多亿元，这么多亿元，这件事情2个有争执嘛，说家里不要放那么多亿，这感觉就很困扰。结果呢，这一段嘉诚说的证词呢，在这次的证据清单里面，他真的有把它列出来所以这边呢，大家那个时候我们是12月，我记得我是12月9号写在我的脆上面的。现在整件事情呢，这个从12月9号到现在看起来，从证据清单里面就看到这一句话，这一句话里面是怎么讲的呢？你看哦。这句话呢，第一个是这个徐子瑜，就橘子的这个手机被扣下来，0988这支门号，这支门号他交付给他的那个他目前据说是男朋友的林鼎峰保管。那保管呢，然后呢，这里面在保管了之后呢，所以你看这个手机是有被扣下来。那第二个扣下来之外，林鼎峰讲他是说橘子告诉他的话这个在去年5月跟6月的时候。
柯文哲跟陈佩琪因为家里放了6000万到3亿元的现金而吵架等语的事实。那当然，我想他实际的这个笔录内容还会再比这个内容再多一点啦。但是就是告诉你，家里因为放了6000万到3亿这么多的钱，所以柯文哲跟陈佩琪之间有吵架，而是来自于林鼎峰的证词。所以换言之，这些资讯呢，你在这一大段的这个我们讲说起诉书以及证据清单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很多的这个部分跟证据的部分看起来呢，是你越了解柯文哲跟越接近柯文哲，看起来拿出柯文哲的事实越多，而对于柯文哲像剥洋葱一样剥出来的真相，恐怕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小草很难接受的原因。OK， 当然你可以想象出来，那最起码清华拿出来告诉你说，他从12月9号所讲的内容，在证据清单里面就是看得到，表示所言不虚，真的有这一块的一些的证词。那我也可以告诉你，柯文哲的律师针对那个林炳峰那一段，他们一定会很单纯就打，那叫传闻证据。就是那不是林炳峰自己听到，他是听橘子讲，所以那叫传闻证据，请庭上不要用这个证据，他一定会这样。可是最起码清华就告诉你，笔录里面确实有，对，证据呢确实有这一段的东西。我们的来宾讲一定其来有自 ，OK， 只是那个东西在整个过程当中对柯文哲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很多刚清华所讲是，你如果不是亲自由这样子脉络给你看的话，你大概不会相信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些事，因为好。明贤现在台北市议员，俊宪立委，你以前是从台南议员出身，对。现在大家透过这个才突然发现，俊宪，你简单告诉我，原来如果一个首长告诉你说这挖东不换，那都是下面的共识决，那都是委员决定，那都是公务员，现在谁管得了他们？哦，原来不是哎。如果从这来看，那基本上你要怎么管，好像就怎么管，你要怎么走就怎么走那个方向，这不可能了哈。第一个。共识决也不是这个也没有共识决。什么叫共识决？是不能有，是没有人反对。对，大家都同意。它是里面一堆人反对。有很多那个都发委是反对的。那个共识是彭政铮、柯文哲的共识。对，是还有是这个还有沈庆金啊。沈庆金也没有反对。个别共识。对，所以他要创共识决就不对了。因为会议记录记下来，一大堆官员反对。而且这个案子那么大。柯文哲跟沈庆金见了21次，你起料都没差不多，你都不知呀？对，是难道没有关系吗？这个就是我不懂。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人多嘴杂，一定是这样嘛？对啊。那为什么你还敢这样过？你是真的觉得大家这个过了以后，大家江湖上都不会有人敢讲这些东西吗？现在什么年代了？脆啊、赖啊，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随便弄一个，你都吃不了兜着走啊！我认为柯文哲对有一点过度自信啊。他也认为说，哎呀，反正就是你们这样开会弄一弄，后来就过了。他以为反正而且文字里面下面做，当然是都委会做好结论才签上。所以他意思大概你们就这样，那我就照准嘛。所以你注意看他在议会答询，他都不答这个问题。苗博雅问他就赶快叫那个什么局长过来，我叫副市长过来，他自己我都不知道，假装一波戏。这个我不大懂，这个我讲一切都是过度的自信。OK， 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明显这整件事情，你现在把800多页那个全部都看完，我相信后面还有更多，因为这里面的800多页，刚才譬如清黄给你看的，像林敏峰讲那个，如果真的笔录里面一定是问答，你还要再去看那个箱子，Q&A 的一堆的箱子里头才看得到哦。可是让大家真的没有办法理解的是，好，如果真的像我相信后面一定要去想办法，要去证明有没有包括6000万、3亿，有没有什么这些。可是不管怎么说，你光柯文哲去透过橘子拿的那些钱，邱佩玲有没有帮他募的那些钱，那现金很多哎。是，但是最起码小草也会跟你讲，你在柯文哲家有没有看到？找不到钱，是你都没有看到。某实地金流呢？你给他供出来，找不到。某实地没有啊，是不是？那你怎么可以说他有？找不到钱，是你都没有看到。某实地金流呢？你给他供出来，找不到。某实地没有啊，是不是？那你怎么可以说他有？刚刚一直在讲，包括创夏，还有包括清华有特别提到，其实他们在讲 NHK 的大和剧了，一直在讲说柯文哲是织田信长，本能寺之变。好多明智光秀才一个人而已，好不好？
拜登讲，他四处到处，包括是彭正生也是明治光秀、邵秀佩明治光秀变成 N+1 嘛，对呀。N+1 黄国昌已经取消了，讲成这样，哇，历史这样解读，那个织田信长至少是统一尾张、统一局部的日本呢。我觉得日本大和剧看待多少？如果从8月中到现在一天1集的话，演到现在大概100多集，150、60集了啦，差不多。可是我觉得日本要放了，其实我觉得用台湾来看有人讲，譬如说像我昨天上邱明玉的广播节目，他也是你们固定来宾嘛。他昨天讲跟我私底下聊说，哇，很烦呢，不想再讲柯文哲了，拜托不要再讲柯文哲了。结果他收到下午的这轮节目的 rundown， 全部都是柯文哲。所以只是为了揪收视率而已吗？不是，是因为讨论柯文哲，就是大家关心嘛，就说很像以前，我不要讲大和剧了，至少 NHK 大和剧是至少收视率不错，大家要支持。以前早期一个台湾有台的一个节目叫那个霹雳火8点档哦。大家又爱骂又爱看，收视率又超高，为什么？柯文哲的类比台湾霹雳火一样啊，大家骂，大家又喜欢看，为什么？刚刚5哥也提到嘛，金流的问题，1500万，那到底到哪里去了？某实地。可是我来看起诉书的时候，他讲到微星小沈拿到20%的那个，就说不法所得的利益的时候，是拿来干嘛？他是辗转拿来偿还赌债耶，起诉书里面这样写的啊。所以刚刚讲到很多情节上。到底有谁扮演明治光秀，有谁扮演德川家康一回事啦？黑的人家台湾讲一把火，还来会点开，会点燃所有的那个汽油所以柯文哲案子就这样了，大家会关注嘛，钱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先讲，真的钱到哪里去？因为我们现在我不讲那1500你光讲邱佩玲帮他去募的那些现金的款。好，或是他们家当然你讲说，包括总统选举的补助款，他们可以拿1/3。我们把存折跟那全部都算进来的话，可是最起码你光眼下可以看得到有现金的话，理论上，如果要真的把那些大亨们，然后全部捐的那个18个大咖对那个现金，如果有看的话，那个现金是很多的。是，你告诉我那现金，因为最起码4300不是拿这买的嘛？是，几呢？对啊，所以到底要搬到哪里去？大家很好奇，到底钱到哪里去啊？一开始我也在5哥的节目讲，因为我问过我党内的长辈们，他讲说谢国樑家族捐200万，那200万到哪里去？是去帮高虹安的。没有啊。那到底有没有这样流出去？譬如说国民两党行之多年嘛，譬如说我指定捐款给谁，要用到哪个选举，钱会进到党中央，党中央都是有名目有细节。譬如说我指定捐款给，譬如说民党的朋友要指定捐款林俊宪，后面备注给林俊宪，会这样子嘛？就说出去至少账目怎么流都有，可是民众党的账就一团乱嘛。譬如说像橘子一样，他收到那个邱清章，就是那一个。就陈银柱啦，就柯文哲在市长室骑飞轮300万就进来了，这对我们来讲会匪夷所思，对一般人来讲台北市市长办公室为什么变成一个收钱的一个地方？这是令大家匪夷所思啦。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最近你也去踩飞轮，我最近也开始在练习了。我相信俊宪也要开始在踩啦。你要选市长，你不用2声吗？或者3声的话，变成1000万，那不是更好吗？很难吧？可是可以这样子吗？就是练习一下，也不是是，就说你要政治现金进来的话，你一定要入账嘛。就说第二个，这些钱到哪里去了？第三个，他们连会计师端木正都被起诉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就你原本是会计师拿证照要记账的人，结果记账到民众党整党的账是乱七八糟的，然后变成会计师也被起诉，这是令人匪夷所思嘞。更何况你要如果成立一个基金会的话，你要拿那个就说拿妙天的1000万，1000万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大，1000万的箱子大概十几20公斤重了嘛，你交给一个橘子就可以拖走了。所以令人匪夷所思，这些钱到底到哪里去了？还有13个大咖的金主，如果假设你是为了选举的话，那你可以，那你要有账目要清楚啊。结果这些账目通通不清楚，所以让我令人不胜唏嘘啦。大家还会持续讨论下去。柯文哲在
老李过年，接下来他除夕要吃什么？听说有佛跳墙，可是那佛跳墙也不是真的佛跳墙了，只是说接下来开庭之后，这些证人，包括现在邵秀佩是认罪了，彭正生认罪了，对他会非常不利。那大家会关心，一般市井小民大家会关心，譬如说我这几天在发春联嘛，因为我们的支持来问说，柯文哲给他的钱，要几对呀？钱到底是哪里去了？某时地到底在哪里？我认为如果柯文哲不讲之前，大家会持续讨论下去了。不过现在如果真的讲的话，你光看一个定狗机那场有这么多人，有人说除了就是白营的小草支持者啊这些以外，有一些蓝营的对赖清德不满，好也在这个里头，包括国民党19个委员上去啊，什么类似这些。所以你如果现在看到很多一些的民调，一峰，如果真的民调讲，那到底柯文哲在整个过程当中，最起码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被司法公平的对待或者什么的话，恐怕民调里面也会有不少人觉得他很委屈哦。当然这是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他认为说公平审理有的是42.6，没有的是38.8，不知道9.3，很难说9.3。当然，这份民调里面，他们的解读用公民数解读就选民1%是19.5万所以38.8%的话，换算的是756.6万人认为他没有受到司法公平审理。那当然，你说这一个数据，当然看了这么多民调，这个是数据最高的民调，最高的民调。当然，他有没有这么高的人数？我敢打包票，绝对没有嘛。你基本上他是用1%的公民数19.5去换算38.8嘛，当然这样的一个换算，某种程度上绝对会失真啦。不过你光800多页里面的内容，其实就已经很吓死人了啦。你今天最简单的讲一句白一点的话，因为里面的证据清单里面，木可的后台交给律界以后，他经过了10次的修改。最令人讶异的是9月11号，他有加注一句话，就是非政治现金平台。9月12号把这一句删掉。如果把证据清单轻看，我印象中不知道在哪里看到，我忘了谁说的，谁在里面有特别在会议里面有特别提到，第3波已经脱离政治现金，是不是要加注非政治现金平台？这里面是内部会议有人提到，那你看到证据清单里面9月11号加注，9月12号就把加注又删除了。那唯一一个只有可以判断，非政治现金，那我捐给你干嘛？就是你既然不是柯文哲的政治现金平台，那我捐给你干嘛？我是要捐给柯文哲既然你不是柯文哲的政治现金的话，那我捐给你干嘛？我买干嘛？所以义夫照你这样讲的话，因为你说9月11号写上去，因为是他们最后一次修改是在9月12号，就是把你刚刚讲那句删掉，并非政治现金网络平台。也就是说，理论上应该非常清楚，政治现金就是政治现金。我加了这一段，就是你刚刚讲，有人会觉得就不是政治现金不要让大家搞混。那我把它拿掉的意思，就会被大家一定有人解读了，就是说，那你就是想鱼目混珠，就反正不管，我只要摆在那，你捐对的也好，捐不对的也好，反正就全部都会进来。9月11号加注非政治现金平台，对，9月12号隔一天整个删除。这一定有人认为不当嘛？不当嘛，因为你加注这一句话的话，没有，我要捐给林俊宪委员。结果这个平台说，这不是林俊宪的政治现金平台，那我就拿到别的地方去。当然嘛，当然，这你告诉我不是了嘛？结果不是了一天，第2天就拿掉。那我就检察官没有告诉我9月11跟9月12拿掉以后的生意做得如何？有没有那一句话？一定有差距的。而且这里面就有人在建议说，你第3波已经不是了，要不要加？这里面曾经讨论过的议题收更那换言之，就有人认为已经不对喽。然后你看那个 KB 秀那一场，其实你去看一个证人廖义成的证词，
KB 秀那一天的礼包里面有包括木可的咖啡。廖一成就问哦，哎，这不对哦，一个是到政治现金哦，但木可里面的礼包，那这个钱要到哪里去？哎，廖一成有问过这个问题哦。结果到最后，大家的解释是什么？他说：“哎，如果是政治现金的话，对不起哦，每一个人要登录，买的人要登录，要送收据哦。”结果最后的决议是什么？开场休息结束才会买，没时间登录就全部漏掉，就全部就不要了。你说里面有没有人一直在提醒这件事？有哦，你看清单里面有哦。结果到最后是什么？KB 秀的工作人员发奖金3000、4000，那 KB 秀到底算不算是募款？如果依据柯文哲自己说法，演唱会就募款吧，因为他5月20号就开那个专户咯。如果算是募款的话，你拿来发奖金，这也有问题哦，也不行，当然这也有问题。所以你注意看，其实你看政治清单里面，其实有人不断的在提醒，有人不断的在提醒哦，但是提醒可能都是一些幕僚啦、做行销的，人为言轻，全部不理会。有人不断的在提醒哦，但是提醒可能都是一些幕僚啦、做行销的，人为言轻，全部不理会。所以义父刚刚那样讲，意思有人提醒，但最后还是这样做。那为什么会这样？而且当有人提醒以后，你连说我不知道、我没想到，恐怕都很难，因为有人提醒。可是现在对柯文哲来讲的话，从下个礼拜1月23号开始开庭以后，一路往下开，这些案子一定会被拿出来，包括所有的证据清单，包括所有的刚刚讲到那40几项的东西会拿出来讨论。可是现在对他来讲，恐怕不只是单纯这些问题吧，整个对你看到柯文哲的感觉都好。那个人设两部分，一部分他讲的清廉务实科学啊什么的，另外一方面，他从当初的墨绿开始，一路像这样。当郑淑卿出来在质疑他这一块的那时候，很多人就把柯文哲开始爬梳到以前，从20那时候怎么两岸一家亲啊，开始一路到现在。对柯文哲来讲的话，现在这是他在人设上面又一次要面临的考验了吗？也没有什么再一次考验，因为人设就没了，就破了，就毁了。柯文哲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那个印象最深刻是连胜文在讲他嘛，2014年选举，他讲了一句原文我不一定有把握，但是意思大概就是说，他是柯文哲在那个辩论会上说，我会说我是墨绿是为了你，因为他是连胜文的时候中江急诊的时候，他是负责的主医师，当然他是医疗团队的负责人。那柯文哲在2014年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就很有效的打动了非常多的中间选民，就打破蓝绿这个议题，在柯文哲身上你充分可以看到，但是柯文哲经过这10年之后，你又发现他有非常大的反差。那我刚才看那个，因为尤怡农教授的那个民调说有38点多人认为说他没有受到公平嘛，那个。因为柯文哲是一个就 gay 搞的人，那其实审判长对他蛮好的。有一次在3次的开庭里面的时候，为了那个1500的事情，因为1500未来一定会是一个争点嘛，因为你没有扣到钱，你只有随身碟里面的 Excel 档。那但是其他的钱又可以被证明是真实存在的。然后审判长当时候有问他一句话。说，他对柯文哲讲说，在庭上讲说，那给你证明有利于你自己的机会，还有谁知道你收了钱，而且用在选举？如果用在选举，就没有侵占公益的问题。如果你用在选举，很多事情就又会做出不同的解释。柯文哲的回答是我不知道，那不是我。最后一句话大概是讲，邱培莹真的有拿钱给我吗？
你就想象，如果你是那个审判长，柯文哲最后的回答是邱佩玲真的有拿钱给我吗？然后前面他又曾经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他想说邱佩玲说有就是有，他不会害我，他自己颠三倒四，这样子的柯文哲还要讲什么？他怎么去维系自己的人设？他怎么可能还有2014年以来累积的能量？那些能量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所以，在整个看柯文哲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他隐瞒了那么多事情，甚至他们自己身边的人每一个人都只知道其中的一个片段。未来随着审判过程中，如果柯文哲继续用这样的答辩方式，我不知道，继续用我不知道。然后那个审判长那个时候光是一个 Excel 档就可以这样子问，他要怎么说服？我觉得他的状况非常差。那他不能说服审判长，那他的官司就不利，他的官司不利就只会让台湾民众党现在线下残留的力量会继续的萎缩下去。如果有这样的话，可是朱建伟，但是黄国昌已经是代理主席了，对，他已经宣布要参选。2月15如果要民众党选举的话，那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当然他的机会非常大。他能够看着就民众党现在是这个样吗？你光看他要接人家问他，然后他要想很久，然后才告诉你说是因为跟柯文哲的长谈。不管最近大家有没有把柯文哲讲到两岸之间啊，那柯文哲会不会被抹红这些？黄国昌能够容忍民众党会被抹上像这样一些的色彩吗？他现在想的应该是先选上党主席的，而且因为柯文哲的收押进谏嘛，我个人是为黄国昌感到高兴，因为老大不在，如果柯文哲还在，哇，那麻烦了，他这个代理党主席就坐不稳了，你党内一些反对他的或者一些主管啊，有些事情。他如果跳过他，就跟柯文哲报告，是不是？这种情形一定会有，因为民众党就是一人政党嘛，那这个人就是柯文哲啊，那既然这个人被压起来了，那黄国昌当然就对不对？党主席就做了就会比较舒服一点，这是我为他的感受，这是我个人感受了，他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但黄国昌代理党主席再选党主席，这个在政党上，这个是很不公平的。代理党主席你就不能选党主席，是不是这样？你代理党主席的任务就是要办理党主席的选举，那你怎么可以球员兼裁判？而且民众党他的选举办法其实是当时柯文哲定下来的，这基本上就是要巩固江山的选法，因为他可以网络投票，还记得吧？好，那党主席就控制了这个网站投票的后台，前一阵子不是民众党有加了什么8000个党员，那民众党不是说那后台删掉300多个，你凭什么给他删除？那这些人是谁？那怎么来的？那你怎么可以？你说删就删啊？所以掌握党机器啊，这个选举必赢啊，是不是这样子？你哪些党员怎么投？而且你网络投票多少人？贵怎样？这通常你代理党主席就不能选了，但是反正民众党也不让出，没人去质疑啊。那蔡壁如的声音又很微弱，所以黄国昌在现阶段他就是不断的跟小草们讲啊，他是忠于最忠心的耿耿的他请小草们要支持他，这是黄国昌他现在当然要这么演啦。不过话讲回来了哈，刚我们讨论的这些。他那个890几页的起诉书也算多不多？算多，当然算多。算多，你看，你知道要看800多页，青黄刚才换眼镜了是吧？对，坦白讲，这个我们观众看我这副眼镜应该都知道，跟上次来的时候比不太一样。890几页，就算是武侠小说也要看很久，对不对？但是我们刚讨论的谁出卖柯文哲啦、黄珊珊啦、蔡壁如啦，或者是陈志涵啦，其实各位柯文哲很清楚啦，柯文哲的起诉书谁看得最清楚？柯文哲本人。请问一下，俊伟，以你黄国昌是你同事嘛，对不对？你跟这位同事相处了从去年一直到今年，所有这些，
现在他又是代理党主席，他又是总召，他跟傅昆萁之间合作无间。对你们在未来这所有在立法院里面，几乎大概就是去年的翻版就一直是这样吧。尤其黄国昌，让他没事就会咆哮几句啊，或者什么这些，然后老柯没事又跟他2个人，接下来就应该还是这样大战不完吧？他现在又是党主席了。对，这个就是在立法院的所有立委也找不到比黄国昌更恨民进党的，大概找不到哦。对啊，所以黄国昌他当了党主席，那他的路线绝对就是反民进党，反到底啦。你看他这次他只有8席，你看他提的3预算的法案，那比国民党还要狠，对不对？而且例如中研院预算他也砍，人家就问黄国昌啊，你记者问他啊，你是中研院一路栽培的啊，你刚踏入社会、踏入政治的时候，拿着中研院的招牌，垫高很多他的社会地位，对不对？你现在连中研院的预算都砍了，那你还算是人吗？对不对？你要这样问他。你是说记者应该这样问？不是，哪一个记者有这样问他？听着这样问，不是，人家问的问题大概是这样的。我是稍微看到媒体报道，那黄国昌怎么回答？他说因为3预算要公平。3预算有所谓公平，意思每个人都砍到了，那你中研院我也不得不砍。预算是该给不该给，他执行的如何嘛？哪有砍预算要公平的？你看嘛，这款人他连中研院都敢砍的，那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的？所以这个我认为民众党如果给黄国昌领导，我是悲观啦。但是就未来的合作，我认为还不是不可能啊。跟民众党、民进党跟民众党。尤其跟我认为国民党现在在这次的预算案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最近有一些但我们可能会谈啊，他有一些策案，我倒觉得跟民众党他有几个可以合作的地方，在于如果黄国昌当了党主席，对，那你现在的那个所谓立委当2年，2年条款废不废？你会不会？黄国昌把自己陷入一个很为难的阶段嘛，因为他党主席，那你自己要废掉你自己，对不对？对，你太上网的规定啊。但你不废就自废。对，你不废，因为你自己是立委。那如果换了的话，黄国昌就不在立法院了。如果你现在当了党主席，你现在其他那7个立委，像张基凯他们一定会叫他继续把那个废掉。这是不是必然？好，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决策点了。那黄国昌如果这点没有处理好，那财务风暴马上就爆上。所以我所谓的合作，就是民众党内还是有反对黄国昌的势力，这个会一直存在了。尤其蔡壁如，你是蔡壁如，你甘愿吗？蔡壁如从小护士就跟着柯文哲，在台大医院干了几十年。蔡壁如经历过 MG149柯文哲在台大医院的烂账，辛辛苦苦帮柯文哲选上了台北市长，对不对？现在整个民众党被你黄国昌抢了。我说看了蔡壁如，我都想为他流眼泪，对不对？现在整个民众党被你黄国昌抢了，我说看了蔡壁如，我都想为他流眼泪，对不对？你说蔡壁如不要挑拨离间了不是，我是个人感受了。你这样蔡壁如他们这些力量，黄国昌会不会把他们通通干掉？会嘛？他一定把他黄国昌上任第一件事就清党了，他会清蔡壁如这些啦，清黄珊珊那些人嘛。所以我也是为这些人感到担心的。好像周玉秀，我就为你很担心了。你可能就是下一个了，类似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你说他们自己会怎么想？所以财务内的风暴还在了。太上皇不在有黄国昌做事情的好处，但太上皇不在，他们造反也有道理的。黄国昌你压不住脚就爆了啦。所以我认为未来的民众党还会很抢戏啊。不过现在看起来，庄想，黄国昌如果带领民众党，现在看如果照俊宪委员讲。那没有什么好讲的，一定就是反民进党路线，而且因为这8席是没得罢免的嘛，对，所以天下越乱，这8席的价值越高，他显然要把整个天下搞成是这样啊。因为他其实有2种选法嘛，第一个其实2025跟民众党无关，对，无关的时候他这个罢免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关系嘛，对不对？他如果这个时候要去重新救回那个民众党垮了，第3种期待的选择的期待有在，他如果低调一点。
扎根基层一点，那2026真的会变成是国民党的威胁。但是黄国昌的风格呢，喜欢虚张声势，所以他现在还是继续的虚张声势。可是虚张声势的话呢，他会变成一个冲突的焦点。而这冲突焦点呢，反正呢，他其实现在是党主席。他现在已经不是跟傅昆萁那边摸个头他就很高兴的人，他是党主席。他现在是拉着国民党跟他下去，因为他只要比如说砍预算，那你国民党要不要跟进？我做的比你狠，国民党要不要跟进？那国民党呢，就义夫讲的，国民党这1年都没什么智慧嘛，对不对？所以一定会跟进。如果一定跟进的话，那国民党就会卷进去，然后卷进去之后大罢免。对，然后大罢免之后呢，后面会出现一个状况，因为2024、2025本来我们的设计里面是休养生息的，结果2024柯文哲搞了1整年。然后2025呢，1阶、2阶、3阶补选，到年底，那很多中间选民会觉得一直在搞来搞去，对于那种蓝绿的厌烦，他们不会支持国民党，也不会支持民众党，但是对于蓝绿的厌烦就在，然后就在的时候，他只要在每天就是只要咆哮，只要再怎么样，然后好像这社会很糟，至少他可以巩固，然后巩固之后，其实黄国昌不会去参选啦。黄国昌害怕选嘛，如果他会再选的话，他为什么没有至于选？选输了他就没了。所以呢，等到2026就是跟国民党谈筹码的时候，所以会有这个状况。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可以谈筹码，但是那群人就巩固在社会上，永远有一群人是不满的。不满的，我可能知道你成不了事，但是你是宣泄口，他会成为一个宣泄口。他也自己知道他是一个宣泄口，就会挺在那边。那至于党内的事情呢，那没什么好讲的啦，就已经该清的就清光了啦。那至于党主席呢，没差嘛，他可以跟柯文哲一样啊，每天早上7点半去开党团会议啊，然后换掉8个立委，剩下的那8个都对他感激涕零，所以他会其实会以后呢，他不会再去，就是他的人嘛，就他的人马啦，不是补上去都要谢我啊，所以要谢他啊。所以其实黄国昌呢，你说民众党会成事不可能，但是民众党会败势，那个力量2党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如果要是进入大罢免潮的话，民众党的那几趴，或是民众党的政治人物，谢国良这个案你就知道嘛。谢国良那时候罢免案的时候，到后期的时候，民进党几乎精锐进出。国民党每个礼拜去战，民众党也是每个礼拜去，从柯文哲以这样，大概都是这样。所以当面临到大罢免的这所有的过程的时候，我想明显。所以你们现在就是跟白银就是绑在一起，不只是立法院这一块哦。到了地方上的时候，我就讲，如果面临到大罢免的那个时候，你们还是需要人家的帮忙。现阶段绝对合作了，绝对绑在一起。那当然，到下次2026选举的时候，我觉得还有变数了。议员在地方选举的时候，大选一定是冲突的啊。你不可能到我这里让你几席，你让我几席，那就交换啊。而且我刚刚不认同郡县委员说什么，只要民进党的什么都在野党都反对，没啊。你看看，好，大法官是砍掉了，考试院长人选，有全部都给你交图，全部都给你剁掉吗？也没有嘛，只有拉掉1席而已。正副院长、考试院长都通过的哦。如果全部都要交图的话，是执政党提什么，在野党通给你反对到底也没有嘛。然后总预算是这样，总预算是在协商过程中，那也不是说最后，因为毕竟你知道。3000多个提案，活化石在这里，等一下会讲。大概啊，然后那到最后升到几案，如果真的谈不动了，再表决嘛。也不是说删到说什么，还有网络传说什么要亡党、要亡国了，那我就喊啦。网络上如果不这样讲，我相信会有很多就是反对国民党的啦，或反对民众党，因为如果不这样讲的话，怎么会酝酿出那个大罢免的那种氛围？是啦，所以我觉得现在都是在累积香骂本嘛，执政党就是。预算是这样的，预算洗来监处啦，就是说行政部门跟部会首长现在都在跑立法院啦，还有少年呢，还700多万呢，你看看，那个最后都在协商了，那协商完700多万，那个预算是争取协商来的，要拜托在野党给你支持的，而不是靠着抹红抹黑啊！我最后就是个来报，就说为什么现在当然送在院会来拜托什么啦？我觉得待会就表决了啦。把郡县委要回去看一下你老板昨天刚刚，我要回去表决了，回去看一下你昨天你老板。怎么讲呢？在福尔摩沙，那当然是一个漫画嘛。在福尔摩沙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仇恨嘛。所以这不是仇恨啊，那是预算要表决输就砍掉啊，对不对？我觉得蓝白提案的就负政治责任嘛。就说蓝白现在跟民众党之间还是有合作，也有竞争啦，也不是所有有合作。
大部分会合作啊，可是也有竞争啊。譬如说，如果有合作的话，选爸爸要付那个身份证的，那就过了。可是民众党反对了，譬如说身份证譬如说门槛加1了。民众党不支持这个案子，就在野党就不能强推啊。所以有些案子也是要顾虑到民众党的立场。你哪时候不会强推？都要郡县来讲啊。那你怎么知道？你代表国民党的吗？就说你看郡县在讲啊，因为民众党投自己就是过了，就等于过。对，你说加1的那一块，对啦。所以未来罢免，现在我认为今年都要创下也讲嘛，今年就大罢免潮。我觉得以后选民代或选那个县市长的，大家其实心里面要有底啦。就一任4年要选3次啦。郡县也是啊，你筹算一遍嘛，大算算去一遍，然后选完满1年又要被罢免，那就选3次啊。而且罢免，如果假设你侥幸过关之后，隔完半年又要初选了，所以就是一任4年，4年选3次，就是一直在重复，这好事吗？这好事吗？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啦，解铃还须系铃人呐。既然赖总统郡县的大老板罢免是蓝白不，当时国民党也没反对，是蓝绿在国会定的。你看那你罢免法案本来就存在的啊，所以你讲的那个当然是极端状况，我说是大罢免啊，但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叫做选举罢免法，它不是叫选举法，它本来就跟罢免在一起啊，罢免是人民的权利。完了就以后你讲什么我顾什么罢免规定，那个当然是极端状况啊。那你如果你不让搞，你何必怕人家罢免？你就不要去改他的门槛。如果像譬如说，你就不要去改他的门槛。我简单举啦，好啦，因为郡县当然是在立法院了。廖先祥、廖伟祥，你可能忽略清楚了。我真的问很多观众朋友，廖先祥、廖伟祥照片放在这里，有多少观众朋友分得出来？连这样都要罢免。所以真的说啊，人这多几年呢，这老他的选民懂了，我们不懂了，你看。在我的选民懂了，当然懂。在我的选区内，你要投给他，联署谁的罢免书不是联署李彦秀而已，联署叶元之，还有包括王宏维各区。户口要在那边呐，不是随便乱，你户口没有在那选区，就跟你一样啊，飞镖不能乱射啊。好，你要联署，你在板桥联署，你跑到内湖南港联署，叶元之哦。为什么？他如果户籍在板桥，当然可以在你那边联署。你这么讨厌叶元之哦，所以联署在你们南港你也这么生气哦？没有，老说我在爆区，老说联署你不能弄这种仇恨式的罢免啊，不合理。他的意思是说不要无效，要有效。什么无效？譬如说我在台北联署那个郡县的联署书合理吗？不合理。如果你户籍在台南，当然合理。户籍在台南就合理啊。不行。好，那共反正就是这是仇恨式罢免嘛。对，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你讲说如果要过2阶段，你们现在民进党到底态度是怎么样？因为现在好了1阶段1%，2阶段10%，3阶段就投票了嘛。对，然后再说，你们现在有定调一个态度吗？因为发起人是公民团体，如果不是民众发起的罢免也不会过，也不会成功啦。那所以只要民众发起的，那他可以过2阶段的那个的门槛，那绝对是名气可用。那我的主张是，那民进党当然要投入啊。你现在不投入，你怎么去反映这样的民意？因为现在同意罢免的，就是因为对于蓝白在国会的表现不满，这符合民进党的主张嘛。那他们在辛苦这样联署来推动罢免，那民进党当然要投入。而且坦白讲，这个已经是罢免，当然是高度政治问题嘛。那如果罢免的成败，民进党你审得开吗？罢免成败，人家会解读民进党的成败。所以只要2阶段联署过，我认为民进党就都应该要投入了。OK， 对不对？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我先问一下，如果本来民众党最有价值的8票是看议题或是看所有的状况决定，就你们要来拉拢我，不管蓝营或是绿营要来拉拢我嘛。对。但是现在不管是因为柯文哲的关系，或因为这些关系，显然民众党如果照刚刚明显讲，也是蓝营跟白营一定是绑在一起。而蓝营跟白营绑在一起，黄国昌的风格带着民众党一直这样干的，对未来2026啦，甚或2028，对他们来讲真的有好处吗？或是民众党上下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其他的声音，对于黄国昌来讲有任何其他的意见吗？譬如说蔡壁如这一系，黄珊珊这一系，刚蔡壁如讲说叫黄国昌去选新竹，然后后来就没有声音了嘛，对不对？因为人家不理你就没有了，人家现在是代理党主席，这些。或是再换一个角度讲，柯文哲在北所还会想说，你们现在在外面有谁还会心心念念的来救我吗？还是你们也只想到就是罢免或是未来的这些东西吗？
民众党党内对于黄国昌有没有意见？我可以跟你讲，对黄国昌有意见的当然有。之前民众党党内对黄国昌有一个一直走街头路线，其实是有意见的。为什么？因为在柯文哲在带民众党的时候，至少还会强调中间选民的观点。可是，在黄国昌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坦白说，对中间选民的观点来讲，是完全看了之后会觉得莫名其妙。尤其是在这一波国会的这些提案里面，你要删预算不是不行哦，因为有些小草一直认为说删预算为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啊，这不是立法委员的职权吗？可是我们在强调，不是不能删预算，而是删预算都要有凭有据嘛，你要有个逻辑在里面嘛。那你总不能删到就是说，看起来你有很多东西呢。所以我这样讲好了，像这一波就一开始民众确实是对国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可是当讲到越来越民生，看到中研院跳出来，看到公视跳出来，看到今天连故宫都跑出来的时候，大家其实就有意见哦。因为这些单位其实坦白说跟这个政党之间的这些斗争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当他跳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影响层面很多。我举几个例子来讲。当黄国昌在删预算的时候呢，这个如果你删预算对象北检要删1000万，然后高检要删掉5000万的时候，他跟柯文哲官司会绑在一起做联想，这就有一种报复的味道在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好，那这个部分这个是一件事情这个跟政治层面有关。第二个部分是，当你今天对象说你要这个删打诈的预算是冲着刑事局来，你是因为他说现在打诈大家都很关心，所以我要决定要删你2亿的预算。这个对一般人来讲听不下去嘛，觉得逻辑是为什么？就你要这个增加打诈的量呢，你不是要增加他的预算吗？你怎么反而是这个到最后是删他的预算？所以他在挑战很多中间选民的智商，你知道吗？然后再来，他说这个在预算里面这个几乎是通删这30%的水电这件事情，这影响多大呢？因为只要是中央机关，请问中研院算不算中央机关？中研院有没有很多在做实验的单位？中研院有没有在做跟生物有关单位在做这些培养皿的东西？这些都是需要电在里面一直在持续不断在进行的，它都不能经过有任何断电的可能性哦。那你今天告诉他说要省掉30%，请问他要怎么去做处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甚至中研院还有提到说，这里面还有3000个约聘的这些员工的这个薪资在里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就黄国昌这个删预算的方式会不会太出乎大家意料了？那故宫那是更奇怪，因为故宫。好，我这样讲，故宫有多少的文物是需要在恒温恒湿的条件之下？像五哥就很清楚嘛。但故宫有很多的文物，它如果没有在恒温恒湿的条件之下，它就是很难做保存嘛。那你能够经得起断电的风险吗？不行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你今天在删预算的时候呢，你开始无差别式的，你如果有些预算，大家有这个，比如说你认为速发部在打诈这件事情看起来，如果这个你觉得他做的不好，这个删预算可能大家很多人都觉得都说我还是同意的哦。可是当你已经跨过那条线，跨到一般人认知里面。这到底有什么相关？然后呢，我们刚刚讲的无差别式的30%的水电预算，你知道这有可能影响到什么？我们讲比较乡下地方的公立医院，它如果这个一配合它的水电调度，它的晚上门诊如果取消了，请问怎么办？他夜间本来民众可以有门诊的就为了配合他水电调度把门诊取消了，那个影响是一般人他就医的权利呢，所以这是无差别式的工具，你影响到民众的，不管是故宫也好，中研院也好，那公示这件事情反而是让大家看到的是你打下去之后呢，这个当然这是国民党，因为现在看起来国民党跟民众党两边已经完全绑在一起，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的是，国民党怎么会帮这个民众党？坦白说，国民党党内你知道就公示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即便连同党的人都不太敢帮陈玉珍做背书结果今天看起来民众党整个就跳下去跟国民党绑在一起，所以大家会认为说这个绑在一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是你替整个大罢免去添加柴火嘛？你知道我在看好几个这个罢免群组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像我们新竹最近在罢免这个郑正前的群组，他收到的罢免件数的量增加那么多呢？在这一次的这个蓝白的国会的闹出相关事件之前跟之后，他一天之内收到这么多的件数呢，回函呢，然后要这个等于是说寄资料来说同意要罢免郑正前的呢。所以我们是新竹市呢，我们新竹市是蓝营基本盘有优势的地方呢，不是绿营基本盘有优势的地方结果罢免竟然可以收到这么多件呢。然后呢，你看在这一次我们讲说这个国会事情闹大的时候呢，这个巴士等于是他们自己这个罢免人士他们坐的巴士。这个它是开到哪里去呢？我告诉大家这个从这边最好认这个麦当劳是在哪里？这个是在新竹市关心路的麦当劳，因为新竹市早上上班的时候，很多车潮在哪里？在关心路跟光复路口，所以他把车开到这个地方来开给民众看，所以他就告诉你说，这些人其实在整个这次国会闹成这样之后呢，你是加大他们罢免的能量嘛？
告诉你说，这些人其实在整个这次国会闹成这样之后呢，你是加大他们罢免的能量嘛？那你这就回到我刚刚讲的一件事情嘛。刚刚5哥回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黄国昌这样做，民众党党内没有意见吗？当然有很多人有意见，只是能不能讲出来，敢不敢讲出来？尤其黄国昌现在声量最大，选党主席的势头最盛啊。可是你去想想看哦，这个如果是柯文哲在带民众党的做法，跟黄国昌会是一样的做法吗？柯文哲会是希望搞成像这样子，都还没有到大选年，然后就搞成这样子。然后最后我只讲一个我的心得啊，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黄国昌的做法呢，对他确实把整个声量都往上挑到最大。那对民众党至少这1年来讲啊，他是没有损失的，他没有被罢免的可能性嘛。对啊，但是国民党跳下去跟着民众党、跟着黄国昌去撂这一波，到底对国民党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个里面已经太多的提案是在不是说你不能删预算，而是你不要挑战大家的基本常识嘛。所以你去引起这个故宫方面的反应，引起中研院的反应，你去引起大家去看待，比如说公视这件事情的反应，这些东西我觉得到最后冲击到的，反而是在大罢免里面。民众党没有角色，但是国民党反而是站到最前线去，所以我觉得在里面是不是要多想一下，多想清楚的，反而是国民党在这个态度上面是不是自己要考虑一下？你跟着黄国昌一直冲，黄国昌的原始动机这样做的结果，他如果没有损失的话，损失的搞不好是国民党，而损失国民党对黄国昌来说有什么坏处？没有坏处没有坏处反而是有好处为什么？你席次少了，他的8席的席次是不是就放大了？他8席席次放大了，它重要性就增加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实在不懂国民党在打算盘的时候，这个有没有好好想一下？蓝白之间的合作关系冲到这种程度，真的是有帮助的吗？一夫，如果你自己来判断这些好，我们分几个各自不同政党的一些在这里面的做法。最早去年选完以后，朝野大在立法院，所以从那个时候，然后一路上就是在立法院里面之间，你说叫竞争也好，叫斗争也好，反正就一路上下来。而那个时候就一路是蓝白之间的合作。那现在看起来的话，中间出现了不管是选罢法、限速法、财划法，所有这些到最近的一些预算，不讲细的，但这些累积的那叫总能量吧？那总能量都要灌到2月开始，会不会真的有大罢免潮？而国民党的态度，如果照刚刚青黄讲，就是你们的人是有可能被罢掉的，因为人家举了9个，好，你不管那个9宫格是不是真的成与不成，但毕竟有一些地方就是比较危险的。就国民党是区域的，你有风险。白银是没有任何风险的，那现在看起来是白银往前一路冲成这样，蓝银也不能不跟着冲，可是结果到最后伤兵折将的，搞不好是蓝银。那对绿营来讲的话，你觉得刚才巨群委员所表达那个说如果过了2阶段，民进党就应该要全力动员下去或什么，他们的态度到目前为止能够呼应他们的支持的想法吗？我觉得一件事就是说，你今天走到这样的时候。就是一件事情嘛，就是不分区就是不能罢免嘛，是嘛？是啊，这就是民众党的问题嘛，民众党的8席，他的优势，对啊，那屹立不摇就是盾在那边嘛，要修改嘛，然后席次会变化，席次会变化的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嘛，因为他们2个有区域嘛，如果互相罢免，如果有成功的补选，变化的是他们2个党，没错，那跟这个民众党何干？对，所以黄国昌在那边嘶吼吊拐杖的都是民进党跟国民党啊，那个河东狮吼，吊拐杖那一定都是他们吊拐杖嘛，不然谁吊？因为我8席就是不能罢免。对啊，是啊。好，那你在这个情形之下，你会发现整个白营里面在散播的人民不满的仇恨。其实转嫁的是蓝绿对抗跟我白的没关对啊，只是在蓝绿对抗当中罢免起来的时候，我去站哪一边的问题而已我是有选择性站或不站的问题，但是我把仇恨值诱导的是你对我再怎么恨，你就不能罢免我但是可以转到蓝营去，可以转到蓝营啊。那蓝营被转的时候大败人潮来的时候，就把那个怒气转到绿营，我要罢你们绿营。这乾坤大挪移是这样啊！你们朱立伦都开过会，要讨论要对民进党哪些立委罢免啊？你怎么都知道不是中常会后开的吗？然后大家就会变成这个局势。但这个局势里面，你对黄国昌现阶段有没有任何伤害？我觉得没有当然没有。没有的问题就是你不能罢免。等到后面。我在看情势，当选党主席以后，我再来看情势嘛。
该怎么稍微转一转，缓和一点，或是怎么样再来转嘛。而且义夫他的这个做法，第一个八席的白银一点风险都没有。对啊，但是不只是小草可以巩固，连蓝营的支持者会不会也觉得看这个状况会很爽？会。你还记得疫情那个时候吗？疫情那个时候，柯文哲我们都讲说，柯文哲那时候是所有在野共主，因为他盯着打，包括从高端开始，然后盯着，然后打蔡英文，打高端，打所有那些。黄国昌现在不就是这样吗？你刚刚讲的那些状况，对白银一点伤都没有，然后到最后蓝绿两大阵营之间，而且蓝营的人一定都会觉得，你们这些人讲话怎么就是不如人家讲的这么样呛辣？你们怎么就没有办法像人家这样愿意孤身，然后砍入敌营以后，带着全身伤回来跟你讲，这是我的勋章？你们为什么蓝营的支持者？你光看这次定国基，那个支持群众不光只是小草吧，不止，一定有蓝营吧？包括你刚刚看的那个民调。对，会觉得对柯文哲觉得说是会受委屈的，一定不是只有小草嘛？你去看他单纯的民众党支持度，跟那个觉得他在司法受委屈的那个民调是差很多的。所以这就是蓝营的黄国昌很顺利的把所有这些对抗性变成白营，变成他，甚或把蓝营都决在这里头啦。这样就是说，你要先做成什么样子？你可以看黄国昌根本会去理会国民党的态度，或是去理会国民党的心情吗？不会，我觉得不会。第一件事情，我先把形塑成我是对抗绿营的共主。我形成这一块以后，不满绿的会转过头来看我。非绿的，好，就反对绿的、非绿的会转过头来看他，而不是看国民党。那他第一步就先占成功了。是，那倒霉的是谁？倒霉的是国民党啊。但是我先巩固了这一块啊。我先巩固了这一块以后，我在当选党主席之后，要再怎么改，代理跟正式当选。还会有正式当选感言啊，还有怎么样啊？怎么样？他会不会去做波段改变？波段改变就是说，我形成共主以后，我从不管3721逢绿我就骂，我管你预算提案什么一大堆，你说我合不合理，我就先干了再说。先干了再说。那明年过后呢？黄国昌的作为还是不是这样？他会不会从一个小草反绿开始摆荡到我要拓展民众党的支持的那种中间选民？所谓扩展，在从小草里面，在第三势力里面再往外扩的过程，会不会改变？我觉得会哦，是有可能，因为你从去市议会马上取消 N+1。你可以看出来，黄国昌某种程度上妥协于政治现实的那种妥协性是很快的哦。就平常在跟你骂柯建铭的时候，那态度多硬了；讲到赖清德，那态度多硬了。但是你面对到同党里面未来选举政治现实不如去年1月份柯文哲36926点多刚选完的那一种 N+1的气势。他马上改变了，所以你说他会不会变？他是有可能的，他当然有可能变，因为这个过程当中，那对他来讲的话，怎么样的发展，或者对民众党怎么发展最有利？那你简短告诉我，你对于俊宪委员刚刚所讲的民进党的态度，在罢免这一块，我觉得民进党是选择什么时候进场，没有不进场的权利啊，因为最简单的一件事，如果民进党不进场。如果罢免全面失败，这些公民团体会放过民进党吗？会反噬。我们今天在做了半天，是为了要改变国会生态，要救国家，顺带帮你执政党的忙。结果到最后你不理睬，那这些票未来会流到哪里去？可能不投票哦，因为他们要很痛恨白的不能投，痛恨蓝的罢不掉，绿的不帮忙。那你说他票会流到哪里去？原本都可能在2026年乃至于2028年是绿营的票哦，那到最后全部都不见了。
那最后的责任承担就变成民进党承担哦。你说民进党有权利不介入吗？好，他一定要介入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但东豪眼下看起来的话，整个的过程当中，最希望最后要达成的所谓的罢免，我刚刚讲那些都是在累积柴火，最后是要达成改变国会的结构吗？看太难了吧？你再怎么样算，因为你罢他，他也会罢你。国民党的来宾都会讲，没关系啊，我们也是那昌上堂，扳机只是不扣而已啊。那就大家罢，就多一席少一席，多2席少2席，或多少，那还没有改变啊。是啊，那为什么？那所谓何来？如果这样的话，因为有一股气在那里啊。就是说，公民团体在罢的时候，他会去考虑说，罢免成功，后面谁要出来选嘛？不会考虑这块。这块是赖清德，因为他是党主席，是赖清德要去想的事情啊。你说罢免傅昆萁成功率好不好，都心里知道啊。可是我就是要罢免你傅昆萁，我就要联署你。我让你多花一点资源，对抗我的罢免多好。一股气嘛。现在关键是说，这股气的酝酿到底大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强到变成是一个更比现在的强度更大的一个浪潮？存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有？当然有啊。比如像最近立委那个乱提案，那个就会扩大了很多不同的打击面。你讲黄国昌的那个30%水电费，开个玩笑，柯文哲在土城看守所也会受影响。因为是统3啊，土城看守所没有水电费吗？还有一件事哦，所有的学校只要上面有2个字“国立”，对，全部都被删。对啊，所以他后面一定会改，你知道他会改好。可是这种笑话累积的速度啊，够不够快？那个浪，你现在看到有浪要起来，可是那个浪够不够大？我现在看是说这浪够不够大？因为黄国昌一定会冲在前面，你知道，黄国昌不会管你这些事情。某一个角度，你在看黄国昌过去1年的表现，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很 enjoy 在那个霸凌老柯的那个快感里面。你出去看每一场协商，那要讲清楚，柯建铭柯建铭，好，老柯不就柯建铭，还有谁？我怕人家误会是柯文哲。柯文哲我们叫柯 P， 好不好？就绝对不会搞错。你看黄国昌每一次跟傅昆萁2个人一联手，然后就霸凌那个柯建铭，柯建铭一点皮条都没有用，什么办法都没有用，讲道理也不是，然后有时候还会不小心这个短鸡哥讲不清楚。对黄国昌来讲，他笑到不行他快乐到不得了黄国昌过去1年的笑容很多好，可是他们不会被罢免，然后国民党对嘛，好，那关键就来了，票数还是很精密的票数差了，除非有一群人被激怒到，或者有一群人真的被刺激到了。哪一群？曾经投给柯文哲的那群人。就1年以前1月13号，你说的300多万票，对，除非影响到这群人，或者这群人那300多万票里面，多数的人觉得不是要这个样子的，甚至他是有感觉的，因为这个社会上其实你讲那么多，财划法也好，或者是宪法诉讼法也好，不是那么多人都了解。不是那么多人都了解，对我们来讲很了解，可是很多人不懂啊。那个在生活里面是不存在的，可是补助电动汽车7000块那个事情，对年轻人可能他会注意。那这个东西你删不删赶不到，好，可是这个也只是其中一个项目而已，它的量能还不足以变成波澜壮阔，所以就要看黄国昌的快感，因为我看他比较有机会，因为他enjoy 这个过程，他可能黄国昌有机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波澜壮阔的现象出来，或者傅昆萁我们伟大的副总召可能他一个什么做法，有可能把他激起来，
所以这件事情最后只是取决于黄国昌跟傅昆萁两个。那对赖清德来讲，要算的就是他必须要一个是你不能让公民团体觉得你背弃他。第二个，这个是4阶段嘛，如果没过就不要讲，没过确保国民党区域立委顺利做到2028，因为只能罢免一次。那罢过了，我要找谁啊？你要罢到老半天，最后你区域立委提不出适当的人选跟人家竞争，那也会变笑话。不过东豪刚刚讲这个，还有义父讲的，君贤有感受到吗？胜负可能影响到你们2026、2028。第一个哈，基隆的罢免，民进党没有参与，反弹比较小啊，因为它毕竟是地方嘛。那这次罢免的发起啊，都是因为国政的问题，因为国民党这些提案是影响到所有人嘛。那民进党你就没有办法回避这个问题了。好，你说刚大家都同意啊，如果你罢免失败了，那政治责任民进党会有嘛？他如果罢免成功了，你民进党要不要派人去参与补选？那你罢免你又没来，我挂掉不会，你也不来参加啊？哎，今麦被剥算了，你该叫人来，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像这种是因为整个国政烧起来的火，你执政党就很难回避了。但名气可用，刚刚提的那个什么绿能补助啦，因为电动机车业的大反弹啦，现在赖士葆要撤案，删掉公示，不是有很多导演，对不对？现在陈玉珍也退缩了。不过还有陈玉珍没有完全退缩，因为今天很多导演去立法院开记者会，陈玉珍去呛那些导演，所以大概这些难道不是让罢免更烧起来？国民党自己去添火吗？那国民党说要互罢，好，那就不要改罢免门槛嘛。这国民党都不是自打嘴巴，你要罢免民进党，那你要去把罢免门槛提高。那你是罢真的，你罢真的还是罢假的？所以未来这个罢免，我是觉得，如果以国民党目前这种态度了，尤其像陈玉珍这些，都是一定会让罢免这个动力更强啦。因为艺文界坦白讲艺文界根据创下的观察，他昨天告诉我说，他们是很少发生的，而且他们没什么蓝绿啊，但是你要惹火他们他们那个反弹力量是很可怕所以像这样的罢免，我认为。各位一定会到处看到，那我们当然要精准罢免，像我们就一定会罢掉南港的李彦秀，给李明显一个机会。其实国民党想推动罢免的，在台南也要罢掉陈林飞跟王地宇这样就是说，这样那个郡县委员要初选就完全没有对手了。哎，我觉得那个真的不需要那边挑拨离间嘛，就说罢免找理由出来，是不是政治动作？是啊。一开始来罢免李彦秀的时候，理由是什么？写限塑法呢？说在立法院就支持限塑法，毁宪乱政。拜托最新尤银龙老师的那个民调出来，限塑法是50%人支持的，反对人只有3%而已。那这样是不是？请问郡县委员是不是要跟郡县委员道歉？帮李彦秀讲话这俗气啦！删预算的部分，预算老讲哪行的大家底下，现在都在画巴拉 K 的过程中，最后删到多少？蔡英文当初在担任主席的时候，他还说要删20%，统删呢，统删20%。请问郡县委员在立法院审过那么多次，知道什么叫统删吧？那像我在台北市，我们在审台北市的预算也有统删水电瓦斯好，医院的缆轨条轨，因为很多器材很多的要所以后面用附带决议的方式嘛。至于说公共电视，当然大家支持文化发展，需要宣传，需要公共电视。那只是一个谈判的一个协商的一个过程而已啊！你从最后公示备台了，都删掉了，那些导演出来抗争，我会跟他一起上去。可是有吗？所以现在这种不是去争取预算，反而用抹黑抹红的方式，那最后罢免是这样子啦。那你提干嘛？那你们就笨喽。因为还没有通过，就已经全部人都在骂你们。譬如说刚刚提案让人家来骂我。刚刚速发部的预算是这样子啦，郡县委员去年也主动提案砍过速发部预算嘛，1年被骗诈骗超过1000亿，平均1天4亿。速发部的预算几年200亿呢？所以有人速发部买Share 的功能还比他们还好，这不是广告嫌疑啦，确实很多网络的功能比较好。所以罢免是这样子啊，我刚刚讲就1年，就说1任4年罢3次嘛。当然这一把火是谁挑起的？执政党挑起的所以我们也锁定几个啊。你看那个，好像不是，你知道他删多少？我跟你讲，本来民代都可以删预算，但你那个删70%，
你删到他根本动弹不了，那个不是删预算了，那你就是恶搞人家嘛。对，你把它废掉了啦。那最后对不对？如果最后是2读、3读通过3的预算，你拿出来嘛。现在在协商过程中，你过去也有删减过预算的提案文，你来行人，然后讲这种外行话，所以在野党如果要发动罢免，因为也有调我提案删了，经得起检验的。对啊，当然可以经得起检验。那你提3000，你3000多万，你不是让人家来骂人？20%统删20%，经得起检验嘛？那时候民进党是少数党，我们的策略是这样子啦，民进党是接受动，我们现在唯一支持林俊宪，所以林俊宪的竞争者我们把他罢掉了。对，明显。可是刚刚有讲到黄国昌蓝白之间的合作，现在感觉上就是黄国昌。尤其像这些最近的一些案子，是带着蓝营要往前走。我觉得会变非绿共主。个人绝对不会说因为个人恩仇、快意恩仇，然后绝对以个人意志为主。如果依黄国昌他接主席，他未来想更上一层楼，他必须累积自己的个人的政治能量。老讲社会的共识这样子啦，即使柯文哲关在里面，柯文哲这汤扣的容量还是比黄国昌还要大嘛。我在蓝军的基层上，就说黄国昌他声量再高。一些非绿的支持柯文哲的还是大于黄国昌啦，所以黄国昌如果只有快意恩仇的话，他还是无法超越柯文哲。所以我觉得很多做法上，而且但有变数哦。接下来非绿是因为很多支持柯文哲、支持黄国昌是对白的一个特定的支持哦。那如果当民众党转而某种程度未来跟绿营有合作或策略结盟的话，那完全非绿又不一样了。所以还是要回归到那种监督制衡的那一个大的原则，在野跟执政还是不一样啦。你要回？不是其实以政党竞争立场啊，我觉得黄国昌担任民众党的党主席，对民进党反而是比较好。因为他会把民众党代为变成小蓝。民众党的党主席对民进党反而是比较好。因为他会把民众党代为变成小蓝。就跟在傅昆萁后面。这个1次选举、2次选举就消失了，因为我何必投给你，我就投给国民党就好了。那么你就讲艺术，因为所谓的赖主席会送花吗？你先听我讲啦。所谓的第三势力啦，第三势力就是会两边都拿一些票。好，我认为，因为执政党民进党有执政包袱，所以如果你第三势力真的茁壮，会伤到民进党。那黄国昌当党主席，民众党就永远不会成为第三势力。他只会成为国民党的附庸嘛，这必然是如此。那你说他个人的仇恨会不会影响民众党的方向？当然会啊。最早以前柯文哲曾经说过啊，民众党的发票没有需要一次性投票，对不对？那从来没有发生过。OK， 那你要知道，那什么叫第三势力？有用有价值的第三势力，它就是会这个东西，它就蓝绿都可以合作了。那有些地方它也合作，有些地方它可以。这样他可以把他的影响力撑到最大。OK， 那他现在黄国昌你都不用担心，他绝对是小蓝嘛。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除了国内在政坛这样的话，你会不会担心这一些的纷扰会影响到包括台湾在未来包括了经济前景的发展？因为也快过年了，可是尤其在川普即将1月20号上任以后，美中台之间的关系到底会怎么样？但创下，如果以他们的准国务卿卢比欧来看的话，大家都说他是算是鹰派中的鹰派了，对中。对。那包括我们那时候讲豪猪嘛，我们整个要建设成豪猪啊这些。所以如果要是从卢比欧的一些的发言来看的话，美中台未来川普上来以后会怎么样？基本上呢，卢比欧呢抗中，然后对台湾很好，都知道。但是呢，他被川普提名之后，非常守分的，很少发言。但是他这一次是在参议院里面以准国务卿审查的资格讲的话，那代表的就是未来川普上来之后，整个美国的基本国策。而在基本国策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的是，第一个呢，他会讲的是中国是他认为美国有史以来不是21世纪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危险，而且足以势均力敌的竞争国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中国一直都是靠欺骗而成为大国，所以这个欺骗当然就开始讲很多，所以它代表的意思就是美国国际上全力对抗中国，抗中是川普2.0的重中之重。OK， 都是他讲的话。然后在这里面之后，后面有些事情台湾要去注意到。第一个，他会不会保护台湾？会，
因为他也讲了，他支持豪猪战略，而且会强调一点，那点的话跟拜登时代更不一样，确保台湾有足够数量，他不是有哦，足够数量的国防装备和服务，他没有讲是什么，这是数量。以前是我们可能就放一个东西象征性的，它是足够数量，但是后面也讲了，美国的纳税人的任何一分钱都要用在美国的利益上。所以呢，绝对要做到的事情就是，不管工业供应链或什么，都跟美国利益有关。所以台湾它会被保护，会。但是他也讲了，他会是绝对的现实主义。什么叫做现实主义？就是讲道义，我们讲完就算。利益道义是用讲的，讲的，利益是要算的，要拨算盘的，要用超级电脑算的。那台湾在这个美国的利益上，你如果他认为你要给，所以他不见得是说，因为保护好台湾，对抗中国，这是核心的。但是你台湾也要让美国觉得，我的任何一分纳税钱都是有利益的，所以我们的军费提高看起来是势在必行。军费提高，或者是我们最近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蛮大的，然后这些，那当然美国可以出，但是他后面也讲了，确保所有的供应链、核心关键的供应链都是美国利益，这个东西所以也是他的一个。那当然有一件事情对我们台湾来讲，可能是外交部要积极一点，或各部会要积极一点，因为他讲了，他支持。叫做大胆外交，国务卿讲出一个外交名词，就是他的国策。而大胆外交，他所讲是大胆外交，但是什么样大胆不知道。那大胆外交要去解决俄乌战争，解决台湾这边的国际情况，让台湾参加更多的国际论坛。所以他就这些语言，但是他因为他是国务卿，所以他的讲话就是未来4年的国策。那至于这个大胆外交，那台湾是不是有机会回到世界卫生组织？从这个逻辑是的，国际民航组织是的，可是一样的问题是，美国他也要算我的现实主义里面我的利益在哪里。OK， 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台湾当然有很多让美国值得保护的一些的原因。那当然最主要一点，大家讲护国神山，包括台积电，包括所有这些。希望黄仁勋现在在台湾嘛？对。他一来，你可以看得到很多的相关的一些的类股啦，这些。可是重点是在于，他会预告的未来的一些，包括机器人时代啦、AI 啦这些，对台湾来讲的话，影响在哪？影响非常大。黄仁勋今天他其实今天有2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他要跟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家见面；第二个，他今天还要去参加伟创的尾牙。参加伟创尾牙这件事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他去跟这个魏哲家2个人见面，去谈说彼此之间交换一下想法，这很正常。但他为什么要去参加伟创的尾牙？很显然的，这是一个替自己的供应链去打气的动作，而且表达友善的动作。因为未来台湾的这整组的供应链很重要。这整组供应链是什么呢？是关于台湾有关的晶片，还有 AI 的供应链很重要。因为未来台湾的这整组的供应链很重要，这整组供应链是什么呢？是关于台湾有关的晶片，还有 AI 的供应链很重要。那为什么这样讲？来，大家可以看一下，黄仁勋现在来台湾几乎都变成到哪里几乎都有人潮围上去，然后呢几乎变标配，只要他跑到夜市的行程也会长成那个样子。对，所以呢，他结果去夜市还吃不到东西。对，他现在去夜市反而难吃到东西，因为旁边挤的人太多了，让他排队排不到。不过他有讲，他下次来的时候他还是在想办法挤进去，只是说他这几天行程真的很多。但是为什么给大家看黄仁勋这个图重要？是因为黄仁勋这几天有一段话讲得非常的重要，他说未来会有很多年的时间，世界就全球都还是要靠台积电的晶片。这句话其实就注定了以后大概晶片的格局会长这个样子。那晶片只有台积电一家做吗？当然不是嘛。我们现在讲的是还有包括 AI 的供应链在后面。现在全世界最完整的2个条件跟观众朋友报告第一个是全世界最完整的 AI 供应链在台湾，就等于说你是这个厂商到台湾来，你这个要设计晶片的有设计晶片的，要做晶片的有台积电，要做散热的有散热的厂商，要做封测的有封测的厂商，等于最完整的这个 AI 的供应链在台湾。那有人会讲说中国也可以做啊，错，中国现在没办法做，因为美国的目前在规划要
要推出的最新的这个管制，这个管制里面分3级哦，它分3级，这3级的国家完全这个等于说可以自由去买卖这个 AI 晶片的国家，台湾在其中之一，18个国家里面台湾是其中之一，然后中间第2层的是受管制的国家，第3层的是受禁止的国家，包括这个俄罗斯在内，包括中国在内，所以台湾是在第1层的国家，所以换言之，等于说对台湾来讲，台厂跟全世界在做 AI 供应链生意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所以这里面有我刚刚跟大家讲2家厂商就好了。第一家是鸿海，鸿海的董事长这个刘扬伟呢，其实在日前就在讲一件事，就是说提到台湾的半导体产值呢，全球大概6200多亿的产值里面，台湾占了27%，所以我们的占比是很高。而这个数字呢，其实呢，在 AI 的部分。你知道我们跟中国在 AI 上面的产值的部分，大概在3年前的时候呈现交叉的状况，也就是我们超越中国，而且数字落差越差越大，这是一个。因为中国等于受到美国的管制打压，这是一个。然后所以呢，刘扬伟的谈话就是他认为未来这个鸿海在 AI 这个伺服器这一块啊，他在加州好像要找一个很大的这个土地，也是要做这一块的供应链。所以等于说对鸿海来讲，这看起来是他未来成长动能之一。那第2个是大家应该。很多人啊，大概这几年没有注意的一家公司叫大立光，以前曾经是非常强的股王，但是后来有一阵子就是因为中国厂商竞争的关系呢，让大立光在这个智慧型手机这一块呢，看起来呢表现状况不像过去这么强势，但是大立光呢，在最近这1-2个月又强势起来了，尤其是最近这几天，为什么？因为大家突然发现。大立光竟然切进去了人形机器人的供应链，那人形机器人前面我们都在讲 AI 哦，那我这个讲到另外一个世界趋势是人形机器人，因为人形机器人是你要做到跟人类一样的动作，包括正常的在这个路上走路的姿势，对机器人来讲都有难度。你要让机器人做到可以把水这个比如说水杯拿起来盛水，然后让水呢那个水壶倒到杯子里面去，要能够不要泄出来，能那么精准倒进去，这对机器人的运算来讲其实也很难，因为要加很多判断的元素。不管是镜头，不管是它的运算，而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呢，对不起，全球目前这1-2年看起来也是在快速的在发展当中，所以在这一块呢，而大立光切进去里面人形机器人的镜头的部分，那镜头的部分呢，大家发现说，哇，大立光原来这个去年跟前年比起来，它的这个税后的利润呢，竟然成长了45%，也就是大立光看起来在走到重返荣耀的过程里面，是跟人形机器人有关的，而且他的执行长林恩平还出来告诉大家说，客户还不止1家，意思就是这种客户呢，未来还会越来越多，只是说大家发现说，大立光切进去这一块应用跟过去的特色差别在哪里？发现说，在这个机器人这一块，第一个，它要求你的镜头呢要具有这个夜视的功能啦，要有远红外线的这个辨识的功能；第二个，它要求你的镜头呢要具有防撞的功能。所以很显然，对机器人在开发的镜头，跟对智慧型手机在开发镜头，它在运用上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一块呢，这个商机是逐渐的越来越大，因为它在大立光的营收里面已经成为它利润成长的动能之一。所以呢，我才说从鸿海跟从这个大立光的部分，不像过去我们只单纯的谈台积电而已，你都可以看到台厂在现在呢卡进一个世界跟过去未来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当黄仁勋告诉你说世界未来会有很大的一段时间都要靠台积电的晶片的时候，其实还有没有讲出来一句话是黄仁勋今天有告诉大家，这个以后这个辉达有关的产品，有台湾的45间工厂都在替辉达在生产，所以这句话也告诉你，像这样的厂商只有辉达1家而已吗？当然不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辉达来台湾要设厂要设中心。这个台北也在抢，新北也在抢，台中也在抢，台南也在抢，高雄也在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呢，对于全球未来大概10年来讲，大概都是一个不可逆，而且会高速成长、越来越快的趋势。OK， 我们台湾虽然小，但我们是金石的一个钻石，未来在国际之间会扮演什么一些角色？好，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可以看到川普即将要上任，川普上任以后，美中台之间会面临到什么样一些的变化？国内包括柯文哲主席的净化成案，下礼拜要开庭，过程又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见面，我们下周见，拜拜。